1994年7月7日深夜时分，一架直升机正迎着暴雨闪电，从平壤市中心朝远郊的妙香山方向飞去。它的目的地是位于妙香山的半山腰处的一处别墅。按理说，这架直升机本不应该在这样的天气起飞，但实际上，这已经是今天夜里飞往妙香山的第2架直升机了。就在刚刚，他们收到第1架直升机由于恶劣的天气而摸不清方向，撞向山体坠毁的消息。于是，第2架直升机在匆匆准备之后又紧急起飞。在北韩能如此频繁且轻易调动一架又一架直升机的能是谁呢？没错，就是北韩的头号太阳金日成。此时此刻，在妙香山深处的那座豪华山间别墅内，灯火通明，一个看起来奄奄一息的老头正躺在床上，面部狰狞痛苦，一群人围着他急得团团转。躺在床上的这个老头就是金日成，他被助手发现身体异样后，保健医生经过快速诊断，确定是急性心脏病发作。由于现场医疗条件有限，于是他们连忙请示金正日，请求调度一架直升飞机，把金日成运到平壤的烽火医院进行抢救。祸不单行，由于恶劣的暴雨天气，加上是在深夜，第1架飞机急匆匆的起飞后，由于视线不佳，一头撞向了妙香山，宝贵的抢救时间就这样被浪费了。在得知救援飞机坠毁后，又紧急呼叫了第2架直升机火速赶来。而此时，经过漫长等待的金日成已经命悬一线，年过80旬的他随时可能面见马克思。其实在此之前，金日成身体状况就不佳，他刚在5月份秘密地做了一个眼睛手术。据后来脱北的北韩高官黄长业描述，那时的金日成已经连放屁都不能自行控制了。我们都猜测他的日子不多了。做完手术，本来需要休息调养的他，恰好又赶上美国前总统卡特访问朝鲜。金日成支撑着病体会见了卡特，在会面时他的手抖得不停，但为了给卡特留下好印象，还是勉强坚持了下来了。在卡特的提议下，时任南韩总统金泳三与北韩总统金日成将在10几天后的7月25日举行南北首脑会议。于是金日成又马不停蹄地准备会面的事，来到即将与南边的金泳三会面的妙香山视察。到这里可能会有人会疑惑，当时的金正日不是已经被指定为接班人，这种工作不应该都交给他们？那么这时的金正日又在哪呢？为什么要让年老体衰拖着病体的老爹亲自出面？金日成在突发心脏病之前都经历了什么？他生命最后的日子又是怎么度过的？欢迎打开 Zero 档案，感谢您的订阅支持。接下来将为您讲述的是北韩的1号太阳金日成落幕的故事。根据后来朝鲜媒体所报道，从朝鲜解放后到生命的最后时期即1994年，金主席为人民工作的节假日共有2530多天，这相当于7年的总日数。也就是说，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伟大的金日成主席加了整整7年的班。按照朝鲜普通民众一周工作6天来算，金主席几乎处于全年无休的状态。就这样，金太阳还能健康地活到80几岁，从这一点来看，就足以证明金主席绝非肉体凡胎，也绝对有活到150岁的潜力。当然，关于金主席到底加了多少班，我们无从证实。但可以肯定的是，金日成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的确像是一个工作狂。自从进入90年代以后，金日成的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了。很多工作已经交由他的接班人，也就是他的儿子金正日来处理。金正日从1970年代起就被默认为朝鲜主体事业的唯一接班人。但是这个接班人的身体似乎比他的老爹还更差劲，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以治疗身体疾病的理由没有露面，而把工作又丢回给自己已年过80旬的老爹来处理。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金正日非常喜欢举行宴会，金正日的宴会经常在每周星期3和星期6召开，地点是平壤办公室旁的公馆，下午8点左右开始举行。参会的人都以他的一些心腹人员为中心，在宴会上他们玩得很开，喝酒、唱 K、玩游戏，周围还有欢乐组美女作陪。
因为是金正日和自己心腹们的秘密宴会，所以大家都没有带司机。宴会结束后已经是深夜，醉醺醺的干部们这时就会驾驶着金正日送给自己的奔驰车一路酒驾回家。这样一来，在回家的路上难免的就会死伤几个。后来金正日自己也尝试了一把酒驾，但运气不好的他出了事故。这次事故似乎很严重，因为从那以后金正日就没法工作，重要的事情都要向金日成请示。不过真相一直瞒着他，金日成被告知金正日在治疗身体疾病，而金正日就是这样狠狠地坑了自己老爹一把。时间来到1994年，当时刚过完82岁生日的金日成被检查出听力有问题，紧接着又做了一个眼睛手术，手术是秘密进行的，所以具体是什么手术谁也不知道。当时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指责北韩正在准备核试验，要求北韩无条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特派人员前去检查。为了缓和紧张局势，前总统卡特表示愿意访问北韩，金日成当即表示欢迎。于是在6月中，刚做完手术还没来得及好好休息的金日成亲自出席参加与卡特的会谈。卡特也带来了一个令金日成激动不已的信息，韩国方面提议邀请金日成访问汉城。金日成能够在有生之年再看一眼阔别多年的汉城，并举行有史以来南北韩之间的第一次首脑会谈，这必将使他名垂青史。金老大非常高兴。最后一次会谈及参观宴请活动共持续6个小时，金日成中间只休息20分钟。为此，金日成夫人金圣爱曾向卡特的随行记者抱怨老金不听劝告，不顾年事已高，每天仍工作10几个小时，除白天参加会谈外，晚上还要处理文件。卡特走后，金日成仍未休息，立即亲自布置北南首脑会谈方案及接待计划。而此时的金正日身体欠佳，只负责军队事务，因此金日成全神贯注，精神一直处在亢奋状态。一个年过80的老头，硬是把自己当成20岁出头的年轻小伙子，干上了每天996的超负荷工作。北韩其余领导人也被金日成旺盛的精力所迷惑，忘了他的实际年龄。接着，金日成下乡检查下收。自从苏联解体后，来自老大哥的粮食援助便彻底断了。又由于中韩建交，中朝关系不如以前那么好了，朝鲜人只能靠自己那一点点可怜的耕地自给自足。从去年开始，北韩境内饿死人的传闻一直在朝鲜人中蔓延，消息零星地传到了金日成的耳朵里。粮食问题一直困扰金日成，而经过视察，他发现虚报粮食产量现象严重，看着农村里面黄肌瘦的大人小孩，他火上心头。1994年7月6日上午，金日成主席出席经济部门高阶主管会议。后来北韩官方公布的视频宣称，这是金日成生命最后一次会议。画面中的他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异样，可以说是神采奕奕。在这次会议上，他提出了北韩经济发展的3先原则：农业优先、轻工业优先、贸易优先，包括化肥、水泥的生产目标，还做出了造船与电力发展方面的指示。对经济问题做出一番指示后，下午金日成准备前往平壤以北160公里的妙香山，那里有他最喜欢的别墅。此前他在那里接待过日本的外交贵宾，这次也被金日成选为接见南边金泳三总统的场所。但此时天气突变，风雨大作，飞机无法起飞，不得已改乘火车。在德国制造的普尔门专列里，金日成心中惆怅。农村之行对他刺激很大，农业问题始终缠绕在他的心头。他担心将来接自己班的那个倒霉儿子金正日到底能不能行。想到这，他有点累了。他打算忙完这阵子，等朝美关系正常化以后，他就彻底退下来，带上孙子孙女去金刚山海岸踏踏实实的休息，或者去哈瓦那，那里有他的古巴老朋友卡斯特罗。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多次请他去棒训，远在中东叙利亚的老阿萨德也请他去贝鲁特瞧瞧。他又想到了那个倒霉蛋朋友齐奥塞斯库，几年前他看到了齐兄被处决的报道影像，那实在是太惨了。
转头他就责怪起罗马尼亚人缺乏伟大的共产理想，他觉得老齐做得不错，是罗马尼亚人配不上他的统治。他庆幸朝鲜人都有伟大的共产理想，一直跟着自己向前走，自己走到哪里都很欢迎。北韩的全称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但是朝鲜跟民主共和可以说根本搭不上一点边，外界给了他一个更合适的名称——金家王朝。作为金家王朝的开创者，金日成早期的发迹史非常有狗屎运的成分。金日成本名金成柱，少年时随父亲从朝鲜流亡至中国东北。来到中国东北后，金日成加入中共，和东北抗联，参与反日斗争，并逐渐成为抗联重要领导人。金日成实际的抗战战绩很差，他指挥游击队取得的最大胜利普天堡大捷，其实也只毙伤日本警察和平民20多人，但这次战斗在金日成当权后被大肆吹嘘。后来在日军和伪满军队围剿下，金日成率部退入苏联境内。在苏联期间，他成功的在残酷的政治斗争和清洗中存活，并成为抗联游击队一派中朝鲜人的领袖人物。1945年，苏军出兵中国东北，并按与盟军事先的约定占领和托管朝鲜半岛北部。这时的苏联需要在朝鲜扶植代理人，对抗由美国扶植的南韩李承晚政权。苏联一开始试图扶植有朝鲜的甘地之称的朝鲜独立运动家曹婉植，但是曹婉植有反共主义倾向，并且试图让朝鲜摆脱苏联的控制，独立自主地决定半岛的命运，这让斯大林感到不满和警惕。于是金日成的机会来了，这个替补候选人在苏联的扶植下，于1946年2月成为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开始了他漫长的朝鲜领导人生涯。金日成成为朝鲜最高领导人后，权力并不稳固，内部还存在许多不同的派别，制约着金日成无法独断专行。打仗虽然不行，但是用权术排斥异己是他的长项。他利用在朝鲜战争期间积累起来的权力、威望，开始一个个清除政敌。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后，金日成立即对没有背景和失去实力的南劳派动手，处决了南劳派代表人物朴宪勇，并彻底清洗了南劳派势力。之后又趁斯大林去世不久，苏联领导人更迭时期，逼使苏联派人物许家印自杀，其余苏联派也树倒猢狲散。1956年，在8月宗派事件中，一举击垮了延安派，除少数人逃亡中国外，延安派成员纷纷被处死或投入劳改营。通过采用这种拉一派打一派的方法，肃清了这三派力量之后，金日成在朝鲜的地位已无可撼动。不过，清洗还在继续，在此后，朝鲜的政治清洗成为了一种常态。例如1960年代，金日成又肃清了游击队派内部倾向于反金日成的势力甲山派，首领朴金哲被处决。1976年，朝鲜人民军大将南日因车祸死亡，被怀疑是金日成谋杀所致。这只是被清洗的较为知名人物，被清洗的中下级党军政人物更是不计其数。金日成就是通过这种持久清洗来维系其统治存续的。直到金日成死亡，这种清洗都没有停止，并且被其子金正日和其孙金正恩继承使用。当然，金日成建立和巩固金家王朝不只是依靠清洗。朝鲜战争的爆发给了金日成巩固权力的第一次机会。在战争时期，一切都要服从战争需要，往往也会带来权力的高度集中和暴力化。因为只有集权和使用暴力，才能维持纪律和提高效率，在战争中站稳脚跟，乃至取得战争胜利。金日成正是依靠朝鲜战争带来的特殊环境，迅速将党政军权力都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到了战争结束时，战时体制的惯性被金日成利用，于是他比斯大林、毛泽东都更快地实现了个人独裁。而随后战后重建的成功，是金日成巩固权力的第二次机会。在1953年至1970年代前期，约20年时间里，朝鲜依靠苏联和中国等国的援助，特别是在中苏交恶后，中苏双方为了拉拢金日成，对朝鲜的经济援助更是大大加强。
金日成发起千里马运动，以发展重工业为主，农业和轻工业为辅，的确取得了很大发展。朝鲜在1970年代中期及之前的人均 GDP、城市化率、农业机械化率一直高于韩国，自诩为社会主义的人间乐园。相较于殖民地时期和战争期间，这时的朝鲜人民的确是较为幸福的，所以朝鲜民众对于金日成也颇有不少发自内心的尊敬和赞美，经济的较好发展也自然巩固了金日成的统治。金日成将朝鲜战争胜利和经济发展的功劳全部据为己有，在北韩大兴个人崇拜。在北韩每个家庭都供奉有金日成的照片，各大街道都有描绘金日成的壁画，所有城市都有金日成的塑像，金日成的像章也都挂在每个朝鲜人胸前。歌颂金日成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不计其数。在个人崇拜的烈度上，金日成超越了斯大林和毛泽东，是封建帝王、宗教元神和现代集权国家领袖的综合体。而拥有说一不二绝对权威的金日成，已不满足于自己的终身执政，而是希望将权力传给后代，实现金家的世袭统治。1970年代，随着金日成年龄的增长，接班人问题逐渐浮出水面。金日成不放心，也不愿意将权力交给任何外人，决定从亲人中寻找接班人。一开始，金日成曾考虑让其弟弟金英柱担任接班人，但是显然是出于传子的私心，金日成最终决定让儿子金正日继承大位。于是他开始想方设法排挤拥有一定权力和威望的金英柱，为金正日继位铺平道路。由于金日成对权力的绝对垄断，以及朝鲜国内高度盛行的个人崇拜，金日成安排金正日为接班人的工作在朝鲜国内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虽然世袭制严重违背马克思主义，但早已成为封建帝王式领导人的金日成并不在乎。1970年代至1990年代初，金正日成为了朝鲜众所周知的储君。不得不说，金日成把共产独裁体制玩到了极致，以至于后来到访过北韩的多个独裁国家领导人都感到羡慕不已。北韩成了各国独裁者隔三差五就要拜访的朝圣之地。据传，中国前领导人胡锦涛曾在出访朝鲜后，在党内公开称应该向朝鲜学习。确实，见识过北韩的各国领导人，估计没有几个不迷糊的，其中还不乏亲身实践者。非常典型的就是罗共独裁领导人齐奥塞斯库，但后来的事实证明，那终究只是对金太阳的拙劣模仿。金日成对即将在7月25日与韩国总统金泳三举行的南北首脑会议感到很兴奋，他非常重视这次会面，所以提前到会晤地点妙香山进行视察。当时正处于国际上全面实施对朝制裁和苦难行军之前，北韩正遭受大规模饥荒。他想利用这个机会得到来自南方的经济援助，他还妄想用各种欺骗手段吞并韩国，实现他的共产统一野心。为此，他试图全面开放罗金先锋经济特区，吸引南方资本，同时也推行他长期以来的共产统一计划，成立他梦寐以求的高丽民主联邦共和国。7月7日深夜，金日成的豪华专列一路颠簸来到了西川，下了火车后又转乘汽车来到他的夏日专属办公地妙香山别墅。抵达后的金日成甚至没怎么好好休息，就视察了为迎接金泳三总统而重新装修的别墅。他亲自查看了卧室、浴室，甚至是冰箱，确保准备周全。一路上旅途劳顿的金日成已经非常疲惫，他准备吃完饭要好好的休息一下。但是就在他进餐后感到极度疲惫，不料一口气上不来，突然倒地，周围顿时慌作一团，手忙脚乱。金日成每次出行都带着随从的保健医生，医生们迅速为金老大检查后确认是急性心脏病发作，但此前并没有料到老大会遇到这种情况的他们准备并不充分。深山里的别墅并没有配备相关的急救设备，加上大雨导致的道路泥泞不堪，地面交通根本不通。于是在电话报告金正日后，医生紧急呼唤平壤的直升飞机来将金老大送医院抢救。但祸不单行，
因为此时已经是深夜，而且天降暴雨，雷声轰鸣，加上山区里没什么灯光，能见度差，匆忙飞来的直升机慌不择路，竟然一头撞在半山腰上坠毁了。随后的第二架飞机不敢怠慢，很快就在距离别墅50米处降落，然后一行人七手八脚打着雨伞，用担架把昏迷的金老大抬上飞机，飞机急飞平壤烽火医院抢救。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病人心脏病发作时，应该让患者静卧，可做胸部按压和人工呼吸，切忌大动。可金日成犯病后，先是耽搁了很久，然后再被这么折腾一通，就算没死也差不多半死了。烽火医院最终还是回天乏术。1994年7月8日凌晨，抢救无效的金日成就赶去面见马克思了。曾在北韩被尊为伟大领袖，被人民视为神明的金日成，其死讯在死后34小时内保密。这是因为北韩当局需要时间充分准备北韩历史上首次权力交接。1994年7月9日上午，北韩全国上下，包括政府部门、公共办公室和学校，都发出通知，告诉人们收看电视，等待重大消息。许多北韩人收看了电视，期待着有关南北韩首脑会议的好消息，但很快他们就震惊了。穿着黑色丧服的播音员以哀悼的语气宣布了伟大领袖的死讯，随后是一段悼念金日成的长篇悼词。在葬礼音乐的响起中，金日成的回忆录被宣读出来。金日成逝世的噩耗传来，朝鲜举国哀痛，如天塌一般。全国2200万人中到平壤吊唁的竟达1000万人。平壤电视播报员在节目中称，这是我们国家在朝鲜民族长达5000年历史中最为悲痛的时刻。人们为制作花圈，平壤市的所有鲜花全部售罄，城市周围的鲜花也被采光，不得不从北京紧急空运20万元的鲜花到平壤。许多海外朝鲜人也赶到平壤吊唁，甚至不少韩国政界、商界要人也冲破韩国当局的禁令，经第三国到平壤锦绣山表达对金日成的哀思。追悼大会原定7月17日举行，因金正日悲痛欲绝，尚未恢复以及准备工作仓促，不得不推迟3天到7月20日。追悼大会召开时，台上金正日率百官守灵，台下百万群众哭声震天，以致天上阴云密布，落下雨来。金日成是朝鲜人民的父亲加天神，在中小学课本里，金守时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老380步枪，当着彭德怀面一枪击落一架美国飞机，还当着一群天真孩童之面，用一粒从花池里随手捡起的石子，挥手间击落一颗美国卫星。金太阳的遗体和毛太祖一样，由前苏联专家做永久防腐，然后高卧于鲜花簇拥的水晶棺，工人痛哭顶礼。参拜者要通过顶级安检，禁止携带任何物品，要在自动清洁地毯上除尽鞋底尘土，再经吸入式过滤器彻底清除衣服上的细菌。到了金日成寝宫，参观者要绕水晶棺1周，从东西南北4个方向分别向领袖深深鞠躬。许多人难以抑制，放声痛哭。最令人难忘的是通往寝宫的通道，这是一条长达700-800米的电动走廊，其速度之慢或为世界之最。20分钟的蜗牛步行使人倍感压抑，而不敢不生敬畏之情。每隔20-30米都有一个身着民族服装的朝鲜女子端庄而立，面带哀思，犹如活殉一般。金日成遗体防腐处理耗资100万美元，每年维护保养费80万美元。其陵寝锦绣山太阳宫造价8亿9千万美元。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这笔费用可购买玉米600万吨，以同期北韩饿死人口300万计，平均每人可以分到2吨。2011年12月17日，在位17年的金正日逝世，他与其父的遗体一同保存于锦绣山太阳宫，供国民和游客吊唁。2年后，为凸显太阳宫的地位，朝鲜政府又通过太阳宫法规定，锦绣山太阳宫是朝鲜民族的圣地，此处的宫殿物资必须得到优先保障。金日成逝世的消息传出后，美国向北韩人民表示哀悼，希望北韩继续遵守日内瓦协议。然而，
这项声明事先没有与韩国协商就宣布了，立即引发了许多韩国人的愤怒。对大多数韩国人来说，金日成是个战犯，他分裂了他们的国家，挑起自相残杀的战争，杀害了数百万同胞，是导致2000万同胞陷入贫困的罪魁祸首。金泳三总统在得知金日成逝世消息几分钟内就宣布全军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反对党建议派遣代表团前往吊唁，以纪念北韩人民的悲痛。这项建议遭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金泳三总统宣布，任何表示哀悼的行为都将被视为违反国家安全法，并将遭到坚决处理。金日成葬礼的第二天，金泳三政府公布了从俄罗斯政府收到的100份前苏联文件，证明金日成是入侵的幕后主谋。这一举动激怒了北韩当局，于是立即恢复了他们曾同意在南北首脑会议前停止的针对南韩的恶意宣传活动，并开始拒绝与南韩政府进行官方电话交谈。然而，金泳三总统对此漠不关心。他坚信，深陷经济困境的朝鲜，如果没有领导朝鲜近半个世纪的金日成，将无法长期维持下去。尽管没有人大胆猜测北韩即将崩溃，金泳三总统坚信北韩政权必将崩溃。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低估了北韩新领导人金正日。按道理说，金日成应该把一切都交给自己的儿子金正日处理，他自己只需要安稳地待在他喜欢的某处别墅中，好好吃饭睡觉养生就行。但是那几年北韩的情况却怎么也让他安不下心来。在1994年金日成逝世之年，由于北韩核问题，美国可能立即对北韩发动攻势的传闻不断流传。当时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突然访问朝鲜，旨在开启美朝对话，并为此安排南北韩首脑会晤。然而，即使年逾八旬，金日成仍不顾自身健康，过度劳累，健康状况自然每况愈下。在2025年，韩国方面解密的关于涉及金日成死亡前后时期的外交档案显示，与北韩交涉深入的中国方面也将他的死因归咎于核问题和南北韩首脑会晤带来的压力和过度劳累。金正日对金日成的去世可以说毫无准备，本来还指望着老爹再撑几年，等朝美关系逐步正常化，获取更多经济上的外援来帮助朝鲜渡过难关。现在他的所有部署都被打乱了，为了集中精力巩固政权内部，重新按照他的想法进行人事安排，除签署朝美关于解决核问题的联合声明外，金正日基本冻结了所有重大的外交活动。金日成在世时在实行的某些新的经济措施也告暂停，只有大盛银行和英国进行了合资经营。金日成留给儿子金正日的是一个烂摊子。1981至19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及整个冷战体系的瓦解，对朝鲜造成致命打击。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一夕瓦解，而中国6·4事件后经济也一度陷入困境，而大幅削减外援，朝鲜依赖的外援几乎全部丧失，这直接导致了朝鲜经济的崩溃。朝鲜缺乏能力购入粮食、燃料和肥料，粮食产量大减。在1994年至1996年间，粮食产量就锐减60%，这导致工业生产也受到影响。而后来发生的自然灾害更加剧了农业减产。此后，官方的粮食配给体制崩溃，饥荒大规模出现。泛滥的水灾还破坏了不少化工厂等设施，令河水受到污染，灾民在饮用污水后生病。由于此前的洪水泛滥已令大量的医疗物资受到破坏，加上落后的医疗体制，药物和人手严重不足，引发了医疗系统的失效。而工业生产也因这一系列灾难几乎完全停滞，整个北韩陷入巨大灾难之中。这段时期被北韩称为苦难行军。据估计，苦难行军过程中总人口仅2000多万人的朝鲜，共有数十万至350万人非正常死亡。同时，苏东剧变时期急剧变后，朝鲜的对外关系急剧恶化。以前朝鲜拒绝与韩国建交的国家建交，对于韩国友好的政权采取对抗姿态。但是苏东剧变以及韩国经济实力和影响力的急剧提高，
让许多原来与朝鲜建交的国家纷纷选择也与韩国建立外交关系。朝鲜无法与这些国家全都断交，反而是这些国家主动对朝鲜变得冷淡。金日成死后，金正日并没有马上接任金日成的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元首2个职务，对外称守孝3年，此举在国内极得人心。老百姓对这一做法非常理解、同情和赞成，但不任这2个职务无法进行北南首脑会谈，名不正言不顺，北南关系实际上也被冻结。在经济和外交陷入两难的境地后，金正日比以往更加担心自己的政权会像苏联一样在一夜之间瓦解。枪杆子里出政权，军队是朝鲜国家体制的核心。金日成死后，金正日把全部精力放在军队身上，一方面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关键岗位上，同时着手实行军队领导干部的年轻化和知识化，以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金正日走上了进一步强化先军政治的道路，而朝鲜人民在送走一个独裁者后，又迎来了一个给他们带来更多灾难的伟大领袖。